初入云岚宗的纳兰嫣然，便以自己的胆魄和自信打动了宗主林韵，并且被其收为弟子。在纳兰嫣然几年的努力下，终于艰难地通过生死门测试，迎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少宗主继位大典。传承了数百年的云岚宗，其中一条宗规即是，云岚宗少宗主不得与异性有纠葛，而这也将会成为纳兰嫣然继位少宗主的一个巨大隐患。爷爷，您看，好看吗？爷爷，马上便是嫣然的继位仪式啦。这披风有没有衬托的我很有气势啊？我纳兰杰的孙女儿当然是最棒的。爷爷，今天加玛帝国的权贵也会来云岚宗观礼。哦，对了，老师还会把代表云岚宗少宗主身份的宝剑传我。啊，还派了葛叶先生做我的护卫，他也是云岚宗的老人了。爷爷。啊，爷爷的小嫣然长大了，能在云岚宗取得如此成就，想必这几年你过得很是辛苦啊。爷爷时常后悔，不该让年纪尚小的你离家修炼。嫣然在云岚宗很好，老师他对我也很好，您就别担心了。而且嫣然也找到了自己毕生的目标，我要成为像老师一样优秀的宗主。好，好，好，爷爷支持你。嫣然啊，你还记得萧炎吗？啊，那谁啊？爷爷为你指腹为婚的未婚夫啊。啊？等明年你俩成亲后，萧炎也可随你在云岚宗修炼。成亲？爷爷。云林大长老，纳兰族长，嫣然，刚才说什么成亲呢？啊，云林大长老，您听错了，是诚心，是爷爷怪我想给他惊喜，没早点把少宗主这事告诉他，怪我诚心捉弄他呢。哎呀，爷爷，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快点去，老师特意给您留了好位子。那老夫先过去了。嗯，爷爷，待会儿见。云林大长老，您特意前来。少宗主，今日加玛皇室、帝都权势都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你的继位大典，你可要给云岚宗长脸，万万不得做出任何给云岚宗抹黑之事。是，嫣然记下了。嫣然，这是古河老师让我转交的贺礼，恭喜你成为少宗主。嗯，代我谢过古河大师。那是自然。成为少宗主后，就不能再与异性有纠葛。这条宗规虽然刻板，但毕竟是祖师爷流传下来的。老夫算是看着你长大，宗主为培养你花费了不少心血，切记不可做出有辱宗门之事。想当年，宗主也是被老宗主严格要求，方能年纪轻轻便成为斗皇，执掌整个宗门。多谢云林大长老教诲，嫣然自当谨记宗规。准备一下，继位大典快要开始了。是。柳林，你也该去大殿观礼了吧？刚才纳兰老爷子是在说你和萧家萧炎成亲之事。萧家，萧炎。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，当年你和他同时出生，爷爷就给你们定下了婚约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放心，我不会多嘴说出去。可就算我不说，云岚宗内以及前来观礼的贵客中，难免有知情人。若被人揭穿此事，你的继位仪式恐怕就……这是我不是故意瞒着大家，我当时那么小，怎么可能会明白婚约的真正含义？对呀，这本来就不是你的决定。继位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行一步。
嫣然，老师。宗主，属下先过去了。嫣然，别哭，老师在这里。我们嫣然可是受了什么委屈？老师，弟子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弟子年少时就上宗门拜师学艺，一心想成为老师您这样的人，也多亏老师的教诲，才让弟子有机会成为少宗主。可是，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为我定下了婚约，二爷爷一向是守信之人，定下了婚约就一定要履行。可弟子努力了这么多年，眼看就要成为少宗主了。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怎么看爷爷给你定下了这个婚约呢？爷爷把我送来云岚宗修行，一直很不舍。但这辈子最疼的人就是我了，这我心里非常清楚。但我也有梦想，我想变得强大，可以帮他扛起家族的事业，让他不要这么操劳。但这婚约，纳兰家重承诺，爷爷光明磊落了一辈子，我不愿让爷爷成为失信之人，我不想再看他老人家伤心的样子了。好孩子，你为何不亲自去了解一下你那个未婚夫，看看他是否是一名良人呢？不用担心少宗主之事，今日的继承大典如常进行。若你真的对他有感觉，我自会让宗内的长老们闭上嘴巴。老师，这样会不会让您很难做？但如果你觉得他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，为师也一定会站在你这一边。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很多抉择，但若是连抉择的勇气都没有，那未免也太可悲了。今天可是你的大日子，笑一笑。收拾一下吧，就这样笑着进大殿，开始你的继位大典。诸位请安静，感谢诸位前来参加少宗主的继位大典。下面有请云岚宗宗主云韵。恭迎云宗主。诸位客气了。今日是我云岚宗的大喜事，家老与法马会长更是在百忙之中莅临，让宗门上下倍感荣幸。小徒纳兰嫣然，天资聪颖，为人光明磊落，如今已通过生死门的认可。云宗主对你真的非常好。老师，他一直都对我很好。嫣然，虽然我不愿让你嫁给别的男人，但不管你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和云宗主一样都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是，一想到你可能会嫁给一个废物，废物？谁是废物？萧家萧炎。我自从上次听到小师弟提到你的婚约之事，就特意打听了一番，没想到那萧炎已经在3年前丧失了凝聚斗气之力，现在已经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废物。云宗主看似说的轻松，但那可是云岚宗几百年的宗规啊！为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，值得吗？老师，云岚宗少宗主继位大典正式开始，恭请云岚宗宗主首徒纳兰嫣然。
事。云岚宗宗门列祖在上，吾徒纳兰嫣然天赋异禀，攻心为宗，谨言慎行，身效无功，为徒辈之典范。如今已获得生死门认可，筑基云岚宗少宗主之位。嫣然，今时今日起，你便是日后宗主之位的正统继承者。愿你谨遵祖训，一心修炼，壮哉我云岚宗！嫣然，我纳兰嫣然定当遵从师命，不忘师主，谨遵宗规，将宗门发扬光大。参见少宗主。宗主，有条宗规不是说，少宗主不能和异性有纠葛吗？身为云岚宗弟子，连基本的规矩都不懂。宗主，弟子知罪。是有这个宗规不假。冰灵，你先退下，让他继续。我记得，好像嫣然师姐从小就定下了婚约。住嘴！没有凭据之事，休得胡言乱语。诸位，云某相信少宗主绝不会做出此等违背宗规之事。嫣然，你来亲口告诉大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嫣然，你尽管告诉大家真相好了。为了这样一个废物，让云宗主一个人背下这么大的麻烦，值得吗？我是有婚约的。但那是我幼时家里人私自决定的，并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我也不会承认。纳兰嫣然既是生死门选中的天选之人，就是我云岚宗当之无愧的少宗主。正如少宗主所言，婚约无效。你。父亲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您别生气了。嫣然，云岚宗的宗规为何不早一点告诉爷爷？爷爷，您当年提到婚约的时候，我还很小，而且什么都不懂。因为今天您把此事提及，我才稍稍有些模糊的印象。唉，以云宗主对你的疼爱，咱们一定能找到解决之法的。可我刚刚已经当着云岚宗弟子跟帝都所有权贵的面否认了婚约。如果再出现另一种说法，就相当于毁掉了云岚宗的颜面。那我的颜面就不重要了吗？
我纳兰杰岂可当一名出尔反尔、违背承诺之人？嫣然，萧家小少爷人非常不错，值得托付终身。相信爷爷的眼光绝不会出错。你去求下你老师。哪怕他是个废物，也要把我嫁给他吗？不是这样，嫣然，爷爷正在寻找解决方法。我此次前来云岚宗，也正是想请丹王古河。我既然已经当众否认了婚约，就绝不会出尔反尔。云岚宗也不会让一个反复无常之徒来当少宗主的。为了这个梦想，我付出了很多很多。我绝不会为了一个废物放弃我的梦想，也不会为了一个废物让疼我、爱护我的老师去和宗规对抗。他有什么资格？爷爷，事情已经到了死局，我们去把婚约退了吧。你不行，绝对不能退婚。这婚约是你俩出生时就已经定下来的。可那是您定的。混账话！你真要让爷爷当失信之人，让我被老兄弟们指着脊梁骨骂吗？别说了，我已经做好决定了。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退婚的提议你想也别想。我答应过萧凌的事情，绝对不可能反悔。这就是我们纳兰家族对萧家人的承诺。那是你的承诺，不是我纳兰嫣然的承诺。我是绝对不会嫁给萧家那个废物的。嫣然这才发现，爷爷根本就不是爱我，爱的只是自己的脸面。嫣然，少宗主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萧家。